在2013年呢，加拿大的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大胆的就透露，他在任期内所知晓的内幕信息表明呢，是一直以来有外星文明访问地球。这不仅是一个数十年的现象，而是一段跨越数千年的密切监视。保罗·赫勒所述呢，这些超自然文明他们的观察者呢，比人类的文明更为先进，并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则。他们的任务呢，就是看护我们地球上生命的发展，而他们呢，自称是九位一体。我们或许并非是孤独的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企鹅计划。无独有偶呢，在1952年马里兰州的一处兵工厂的秘密实验室内呢，心理学家安德里亚·普哈里奇博士呢就负责企鹅计划。这是一项美军发起的超自然与通灵研究的项目，它汇集起了众多科学家领域，从军事研究人员呢到灵媒学的大师，以探索超自然的奥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DJ 维纳德医生的工作呢，他是一位印度教修炼以及通灵术的专家。在一次实验中呢，进入了深度恍惚的状态的展示呢，令人难以置信。赫勒的言论和企鹅计划揭示了一个长久以来被政府隐瞒的话题：我们或许并非孤独的存在。这不仅激起了公众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想象，同时也引发了对外星生命是否真实存在的广泛讨论的思考。在一次意外中呢，维纳德透露他与一个神秘的存在邂逅，那这个存在呢，居然透过维纳德之口呢，自称是九位一体，即是 The Nine。他们宣称呢，自己是宇宙真理的化身，源自永恒的精神文明。那这个神秘的文明呢，自人类初始呢，就已经开始注视着人类的进化，并被认为是人类的造物者或者是守护者。传说中的天使和偶尔出现的高阶外星文明呢，都是他们的使者和代理人，致力于引导人类的进步。当普哈里奇博士呢被这一探索发现深深吸引的时候他急忙就询问这个自称九位一体的存在，他们究竟是谁？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答案揭晓的时候令人震惊。通过维纳德的话传达出来的身份呢，竟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创世神阿图姆。在古老的传说中呢，宇宙诞生之初有一片原始的高地，在这片高地上诞生了阿图姆，第一个神明。紧接着呢，他创造了风神舒和雨神泰夫努特，并由他们孕育出了天空女神努特和大地之神盖布，从而就形成了天地万物的基础。而阿图姆被尊为古埃及神话中九柱神之首，以及所有其他诸神的始祖。在这个通灵事件之中宣称自己是阿图姆真理化身的存在呢，真的与远古之神建立了联系吗？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九位守护人的神秘力量是否真的是一直在默默引领着我们的命运呢？其实不光是在埃及在其他民族的信仰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神，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嘛。比如说在道家悠久的文化中呢，北斗七星不仅仅是天空中的一连串璀璨的星辰，更是一系列天神的象征。这一星宿呢，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七大星体构成。但不为人知的是呢，实际上北斗七星应该被称为北斗九星，因为呢还包括两颗低调的伴星洞明和隐元。在道教的信仰中呢，这九大星辰化身为北斗九皇，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生死，被民众亲切地称为九皇爷。农历9月之际呢，某些地区还举行着盛大的节日来祭祀这些神灵。与此同时呢，在世界的另一端古希腊的神话里呢，奥林匹斯山也汇聚了众神之英杰。宙斯坐镇的神殿王座之巅，伴其身边呢也有8位主神，共同构成了奥林匹斯神族的最高统治集团，也是9位神明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智慧呢守护着人类。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光明之神阿波罗、智慧之神雅典娜、农业之神德莫忒尔、火与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婚姻生育之神赫拉、宙斯的使者赫尔墨斯以及海神波塞顿。这8位携手宙斯共同管理宇宙的最高机构，同时也作为我们生命的守护者。然而这不禁就让人遐想吗？这一神秘存在是否真的与中国的九皇神以及埃及的九柱神相通呢？或者根本他们就是同一拨人呢？被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吗？巧合的是，这种神秘的联系在普哈里奇博士的通灵实验中被一一揭示了出来。这些神话故事中呢，似乎有一种超凡力量在指引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因为在旧约中的以诺书也曾描述过一位天使被派往了人间，成为了人类的保护者嘛。
这本曾经一度被罗马教廷禁止的书籍呢，在1000多年前的中世纪呢，被列为禁书焚毁，只留下了一份孤独的手稿，作为了永恒的秘密。以诺书的故事呢，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秘密的浓厚兴趣。它是发生在1947年2位牧羊人在死海附近的山洞里偶尔发现了大量的古老的手抄经卷了。这一惊人的发现就震惊了世界，这便是举世闻名的死海古卷，其中就包含了已经被教廷封存1000年的以诺书的古抄本，使得世人以得窥见其神秘内容。那以诺书共分为3部，以诺书1、以诺书2和以诺书3呢，涵盖了守望者书、预言书、天体书、梦书以及以诺的书信等篇章嘛。书中就描述了一位叫以诺的族长呢，在人间生活至65岁以后被神呢用神奇的方式给接走了，并在接下来的300年间呢追随神迹。那根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呢，以诺在世上行走了365年之后被神带走。而在以诺1书的第14章以及以诺3书的末章中呢，就详细描绘了他被一个能喷火的战车接引至升天的场景，令人惊叹不已。那这种场景与现代的火箭点火起飞的过程是竟然相似的呀。他看到自己在战车上向云层上升，在星光闪烁之中穿行然后就是火焰灼烧的高温摩擦的那种场景。最后他说他就来到了一个水晶宫般的宫殿，在耀眼的光芒中见到了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一些研究外星文明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呢，以诺书中的水晶宫殿与充满屏幕和控制面板的外星飞船是极为相似的。在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呢，只能够通过这样粗浅的方式来描绘所见闻的场景嘛。所以这些蛛丝马迹就让人不禁的猜测，当时带走以诺的可能就是超越时代的那种超自然力量，或者是高等文明的存在。在远古时代呢，神的光辉照耀着人类的生活，他们被视为守护者，甚至是9位神邸的使者。以诺书呢记载，在神创造了人类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呢，世界就充斥着喧嚣、欲望和堕落嘛。为了引导保护人类呢，众神就派遣了200位天使降临人间。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在暗中观察并实时的给予指引嘛。但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得与人类直接接触。起初呢，他们在天使长萨米尔扎伊的领导下呢，这200位天使隐藏并观察着人类的一举一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他们被人间的女性所吸引并逐渐的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面对情感的诱惑和使命的要求之间挣扎，所以有一些天使就开始越了界。当违背了神圣旨意的行为日益增多的时候呢，这个萨米尔扎伊呢就召集了所有的天使在赫蒙山举行会议，商讨对策。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因为大多数的天使呢已经背离了最初的命令，所以他在面对无法挽回的局面和即将到来的惩罚的时候，在无奈与绝望中做出了决定。他们所有人就是放弃初衷的使命，并且都选择了融入人间的生活。所以这200位原本圣洁的天使呢，就放弃了他们隐藏的内容居然在这个村寨之间游走并娶妻生子了。他们将天界的文明与智慧呢都带入了凡界之中。当时的古代天使呢，传授给人类一些神秘莫测的语言和技术，传说中的以诺语呢便是其中之一了。他们不仅教会了人类耕作、制作工具、观测星象，甚至还将神界的魔法带入了人间。所以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当时呢，天使飞翔于天际，而且拥有魔法的人类呢，也得以开始腾云驾雾了。这一切仿佛就是天使将神级的外星文明的技术呢带入了地球，而使得人类的科技在一瞬间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嘛。所以所谓的那些腾云驾雾的描述其实就是科技装备嘛。而回望历史长河呢，距今6000多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突然在两河流域出现，并携带着文字、数学、天文等知识技术呢，他们的出现也如同谜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如此呢，玛雅文明的数学、天文的来源呢，同样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然而在中华文化中，八卦、周易等知识也显得异常的深奥和复杂嘛，绝非是远古蛮荒时代所能够轻易总结出来的成果。所以这一切不禁就让人怀疑这些知识真正的源头究竟在哪儿呢？无独有偶，在西非的神秘部落多贡人呢，他们是隐藏在尼日尔河的蜿蜒河湾处的，如同守护着一个千古不变的秘密。他们以游牧和耕种为主远离尘嚣，生活原始呢，却令人惊讶地掌握了深奥的天文知识。特别是对于天狼星的理解呢，更是超出了他们观测的手段和所能到达的范围。一位人类学家深入部落后访问时，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些看似未开化的部落呢，居然了解天狼星的核心系统的复杂构造。当这位学者与部落的长老深入交谈后得知呢，多贡人通过世代口传的方式记录下的知识呢，惊人的准确。他们甚至知道了天狼星有一颗密度极为高等的伴星，并能够精确地指出其公转的周期为50年。这一发现就令人类学家惊叹不已啊！因为这是直到20世纪才被现代的天文学家通过精密的观测而得出的结果呀。而神秘古老的多贡人究竟是如何得知了这些关于8.6光年外遥远星球的秘密的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了，激发了无数人的好奇与探索。那多贡人的长老世代坚信这些知识就是由一群名为努玛玛的神明在远古的时代从天狼星降临至人间所传授的。这些超凡的使者呢，不仅与多贡人的祖先建立了深刻的联系，还慷慨地分享了丰富的知识与智慧，助力他们的文明繁荣发展。但这段传奇中也暗藏了悲剧据说天使与人类结合之后呢，就诞生了一群具有神血液的巨人的后代。他们的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异常的暴躁好斗。随着巨人的数量不断的膨胀所以资源呢日渐就匮乏了，连和平共处呢也都成了奢望。悲剧就进一步的升级。当食物短缺到无法满足庞大巨人族群的需求的时候呢，巨人呢竟然残忍到将人类视为食物来源的一个地步，甚至众神呢都不能够幸免于这场混乱之中。对于守护天使违背使命与人类结合产生了如此暴躁的后代的行为呢，神明呢深感失望和愤怒，目睹了曾经是和谐美好的人间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乌烟瘴气。所以众神就决定实施一项无情的计划，就是降下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来清洗大地，并以此呢重启这个世界的命运之轮。那以诺书的秘密就揭示了神降下大洪水的真正目的就是清除本不应该存在的巨人族。而这个观点呢，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在地球上巨人族存在过的线索遍布很多地方，例如太平洋复活节岛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巨石阵。这些庞然大物的雕像身高都是从7米到20多米不等，其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0吨。而且我们目前所见的呢，仅仅是露出了地面的部分，更多的雕像是被深埋于泥土之下的。那为何是被埋起来的呢？难道是之前的史前大洪水而导致的泥沙覆盖吗？当我们走进上个世纪德国的考古学家在黎巴嫩发现的巴勒贝克神庙遗址时呢，更加震撼人心的场景呢，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些残骸留下来的建筑以及宏伟壮观的精美石材呢，使人震惊不已。因为一块基本的石块呢，被打磨得异常光滑的巨大石条，其重量竟然高达800吨。这些巨大的石条与人类的身体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一个远古时代的辉煌文明。而考古学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用于建造这座石庙的石材的石场。更惊人的事实呢，竟然出现了一颗名为孕妇石的巨石呢，长20米，高6米呢，重达1650吨。原计划用于神庙建设的这块巨石呢，不知如何呢被遗弃于采石场之中。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运势石下呢，还隐藏着一个重达1674吨的巨石。据一份古老的文献记载呢，这些神庙的蓝图竟然是由亚当之子该隐呢在创世后的第133年亲手绘制的。若此言为真的话，则神庙的历史呢，远比我们所知的更为悠久。难道是史前大洪水将其摧毁了吗？鉴于这些建筑物的巨大规模呢，设计者和建造者呢，很可能都是一群巨人这不禁就让人遐想在远古的地球之上，或许真的曾经有巨人存在过呢？因为在以诺书中曾经就提到过，守护天使或许正是这些史前巨人的先祖。结合呢普哈里奇博士的通灵实验以及9位神秘存在的对话的记录呢，我们就不难想象，这些天使和外星文明可能就是他们的使者和守护者。那这一切考古发现无不都昭示着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那就是人类历史的脉络比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复杂的多的。这不仅仅是对自然力量和人类智慧的颂歌呢，更是对深埋在时间长河中未知真相的一种探索与尊重。因为每一块巨石呢，都在默默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传说呢，都在引导着我们去追寻那些失落文明的真相。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更多内容哦。